装修别致的米其林餐厅吃，草杂夜市里的摊档吃，要顾客排队等他开门的居酒屋吃，座椅都摆到了在沟渠小巷里的也吃。回到酒店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甜点，叫个外卖吧，吃。在槟城的这6天里，真是吃到我怕了。为什么它可以那么的好吃？为了消化掉吃的罪恶感，我也只好走。大太阳之下走，下雨了也走，甚至走到在升旗山上都有高原反应了也走。但是，难道就这样吃走就是槟城的全部体验吗？直到我来到了这一道在海上的木桥，我才明白槟城这座海岛它生活的诗意。这里有人讲客家话、福建话、马来语、印度语等等，就和这里的街道一样，是那么的多元，那么的融合。这里有山有海，有穆斯林的黄，有侨生博物馆的绿，有青岩宫的红，而这一切恰恰组成了马来西亚的多彩。槟城真的是要啥有啥。从让我中了毒的怡保坐火车去槟城，这辆列车和从吉隆坡坐到怡保的又不一样，门都是按键式的了，车内的噪音也小了很多。全程需要1个小时40分钟，109公里，抵达的是槟城州的北海市。但是我要去的不就是槟城吗？其实我要去的是一个城市，它叫乔治市，是属于槟城州的。但是似乎华人都习惯性的直接将那里就叫做槟城了，所以我在找酒店的时候就有点懵了。地图上面显示是有2个槟城的，我到底应该把自己的酒店定在哪里呢？我自己的理解是，华人说的槟城其实指的就是乔治市，地图上面显示的是一个州的概念，槟城州包含有好几个城市。我最终要去的是乔治市。如果这里我理解错了，我希望得到的是大家的帮助，而不是指责。毕竟我也只是想要找对地方而已，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。在火车抵达了槟城州的北海市之后，还需要坐船大概20分钟去乔治的市区，那里才是华人们说的槟城。我的旅行除了必须的交通住宿会提前安排之外，其他的具体行程我都是跟着感觉走。我的视频没有剧本，我带着一张白纸过来，等待新的游记将它填满。就像是我的余生一样，不愿意再像过去那样堆满了各种计划，以至于装不下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视频在剪辑的时候，我才去做一定的功课。我希望将自己的感受摆在别人的介绍之前，这样一来，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所思所想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。但是内心的好奇可以通过剪辑视频时候的资料收集来满足，也是获益良多。我想要的是走万里路，而不是读万卷书。
啊？一个黑汤，然后再加一个黑汤骨疗汤。OK，单点一个黑汤，再3也要黑汤，19块，老板。这个鸡丝粉滑到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这个汤又很浓很香，真的好好吃啊！那我不想吃水泡。来个，升旗山是槟城的最高点，可以俯视槟城岛的全貌。由于过去英国高官的别墅都建在这里，山下的士兵要靠旗语来传递重要的信息，因此得名升旗山。这里的原始森林有1亿年以上的历史，植物密密层层，古木参天，绿意盎然，是非常受欢迎的避暑胜地。从市区出发，打车半个小时，大概20多块人民币就可以到升旗山的缆车站。但是其实这个价格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，因为打车的时段不同，价格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回程的时候是交通的高峰期，就变成了40多块了。想要登顶有3种方式，可以坐缆车，也可以徒步，但是最好有熟人带着会好一些。第3种方法就是去植物园坐吉普车上山，但是价格会比坐缆车要高。缆车的票价是50块人民币双程，如果是旺季又不想排队，那就得买快速通道，价格就是130多了。上山的缆车的速度还真的是挺快，10分钟不到就已经到山顶了。刚才那个牌子写着说只是710米，但是撞上来有一种高反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已经都有一点呼吸，有一点点不像在山脚下的那样子，就心跳可能有一点点加快。一路上来的时候，那个耳压的那个反应也是挺大的，就是感觉哇，它这个落差是不是一下子太快了，所以会感觉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。这里除了有这种懒得要死的猫咪之外，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呢。猴子就真的是满山遍野了。我来的这一天，应该猴子就比游客多吧。在山顶徒步的途中就遇见了不少。但是快要下雨了，光线不够，所以没有办法把它们拍进视频里。这一道森林吊桥大概离地有40多米高，走过去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小晃动，但是这种方式穿过雨林还是比从地面穿过更安全吧。毕竟这里的昆虫啊、爬行动物啊还是很多的。听说这里还有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松鼠。松鼠我倒是看见了，但是不是最大体型的我就不确定了，因为它们都在很高的树上，有时候分不清楚它们是猴子还是松鼠。这个吊桥必须要购买天空步道的门票才可以进入，票价是125块人民币。如果你时间充足也是可以的，否则你就没有时间去参观其他免费的地点了。哦，现在下雨了，我要赶紧
把这个圈走完，因为下雨了。山顶上面，刚才本来那个雾就很大，现在又下雨，然后走下面这个路，这个高度看起来还挺害怕的，因为它已经有一点点长那种青苔，所以你感觉它有可能会打滑什么之类的。所以我现在只是赶紧的、尽快的把这个圈走完，应该也就是1-2分钟的事情吧。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上面走，已经没有人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乔治市的下面这个海滩，看见吗？因为上山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，所以我也是走完了天空步道就离开了。其实有很多地点都还没有去参观。这一碗是2碗？粉吗？粉1碗。有一些粉哦，仔粉。骑楼是槟城最显眼的风格了。原来它的这个骑指的是2楼骑在了1楼的行人道上。骑就骑吧，这么热的天，有个走廊真的是太重要了。你好，我也好，你骑就骑吧。在壁画街这里，中式和英式的建筑同框且和谐，旧到发黑的墙面还刚好成了壁画师们难得的画布，真是佩服他们的想象力。创作之前，从旧中看到了新；创作之后，让你分不出哪是新，哪是旧。这条壁画街太上镜了，你随便拍一拍，画面都会让人遐想连篇。我到这里的时候，天气很热，街上还有机动车和人力3轮车在通行。奇怪的是，我并没有觉得很闹心，但是为什么之前在越南惠安古镇的时候，却觉得心烦得很呢？是因为在槟城比较少人按喇叭，还是说因为这边有些车会礼让行人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？我就说不清楚了。这一次住的酒店就是由骑楼改建的，只是做了一些软性的改造，以适应住宿的需求。从地理位置来说，它就占有绝对的优势，因为走2步就全是各种网红餐厅，搞怪博物馆、颠倒博物馆也就在旁边，走到海边也很近。但是从舒适性来讲，就得做一些牺牲了，毕竟老旧房子的硬伤就是它的隔音等等问题，这就得靠耳塞来解决了。在取和舍之间，我觉得这一次还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海岛天气的特色就是说变就变吧。暴雨到来之前的空气和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下雨阻碍了你原本的计划，但是它要来，可是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，你可以接受它，你也可以埋怨它，反正就是左右不了它。想当年迁居到信州桥的人，不管是心甘还是无奈，最终也是留了下来，为他们的下一代安顿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。听一听下雨的声音，感受一下雨水的味道，回忆一下曾经喜欢做的事，我们天性就喜欢做的事。
刚才看到的那一道信州桥是槟城的，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。它和其他的9道桥合称信市桥，是一道从岸边伸向海里的桥。桥的两边建满了木屋，居住的都是相同姓氏的，姓周的、姓李的、姓陈、姓林的等等。目前就只剩下7道桥了，当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刚才那道信州桥。但在这些当中，最有诗意的还是陈姓桥，也是所有桥当中最深入到海里的一道。其中的一段已经没有木屋了，只有窄窄的一道桥，通向一间红色的房子，就像是诗和远方中的远方。傍晚坐在木桥上，看着满天的晚霞，吹着海风，真是令人非常的享受。在这里，我似乎领悟到了槟城的内涵，那就是过去下南洋的人估计也想不到今天世界的样子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与其担忧未知的明天，不如享受近在咫尺的当下。就从吃饭开始，从让我们可以最直接感受到快乐的吃饭开始。好好吃饭。好好吃，不知道这个煮熟用什么做的，要放冰的还是热的？OK， 就这样一直放在这里。这个怎么放？这个我们会叫你摆的，就是可以做的食物啊，吃的东西那种感觉。这样吗？对。这样吗？对。这样可以了。